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实至名归，肖战爆剧入围金鹰奖，官媒还曝光成绩单含金量有多高。肖战领衔主演的《藏海传》强势入围的消息，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刷爆了微博热搜。这部剧刚开播时，就创下了央视8套实时收视率超2%的亮眼成绩。开播仅5小时，优酷站内热度直接破8000，成为2024年以来所有开播首日热度最高的剧集。如今这部年度剧王终于杀进了国家级电视奖项的赛场，一点不夸张地说，整件事的含金量已经开始往上翻了。硬核数据摊开看，每一分热度都有收视率兜底。先说央视的收视表现，在 CCTV8 播出的那些天，实时收视率一路狂飙，峰值直接达到了 2.48%， 稳稳拿下了近5年来古装剧收视率的头把交椅。从 CSM 全国网的数据来看，全剧40集的平均收视率高达 1.28%， 平均收视份额达到 6.72%， 在同时段节目中排位第一。这还没完，在35个中心城市里，平均收视率冲到了 3.31%， 平均收视份额接近 12%。 第20集和第40集最猛，单集收视率双双突破 4%， 收视份额直逼 15%。 央视旗下的 CSM 媒介研究更是直接把官方数字定在了 6.43% 的总收视率上。这个成绩高居2024年1月至2025年8月的收视冠军，直接把2025上半年剧王的称号揽入怀中。再看网络平台的数据，优酷站内最高热度冲到10465，不仅是平台历史最高，而且这个记录至今没人能撼动。更吓人的是，这部剧从开播到结束，累计播放量达到了 30.91 亿，是2025年唯一一部播放量破30亿的剧，比第2名的剧足足多出了 9.56 亿的播放量。云和数据显示，正片有效播放市占率最高飙到 40.1%， 连续23天霸占榜首。这组数字说大白话就是，同期上线所有剧加在一起，每天有将近一半的播放量全归了《藏海传》，190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播出，海外观众彻底沦陷。可它火的不只是国内，这部剧的海外战绩堪称史诗级炸裂，发行版图一口气覆盖了190个国家和地区，通过 Disney 加 Netflix、YOUKU 国际版、北美 Viki、日本 C7、韩国 SBS、新加坡 Singtel 等18个主流平台同步上线。在韩国 Web 平台上，一上线就直接登顶海外剧 TOP20 榜首，刷新了国产剧在韩国的首日纪录，还把《藏海传》非遗名场面和肖战、张静怡、东方美学等话题送上了韩国热搜。迪士尼平台的数据更猛，中国台湾连续7天霸榜首，中国香港也成为唯一挤进当地榜单前10的内地作品。海外观众给出的评分更是创造了历史，直接飙到了 9.5 分，成为中国电视剧史上第一部突破 9.5 分的作品，把《长安12时辰》8.6分和《隐秘的角落》8.8分等经典都甩在了后面。上线泰国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埃及、乌克兰、印度等国家的趋势榜后，《藏海传》迅速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的追剧狂潮。Disney 加亚太区负责人的原话很直白，《藏海传》打破了文化壁垒。数据证明，它不仅是中国的爆款，更是全球观众的共同选择。中式美学与非遗元素，凭什么是全世界都买单的核心秘密？这部戏真正打动观众的，从来不只是肖战这个人有多火，而是剧中塞满的中国传统技艺。剧组一口气融入了榫卯营造、耀发木偶、皮影戏、昆曲、口技、
剪纸、面塑、德化白瓷、秦淮灯彩等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，把它们全部变成推动故事情节的动力。藏海破解机关时，用的不是凭空瞎编的神器，而是源于宋代榫卯工艺的机关术。反派药王谷的毒术套路，融合了传统医药和皮影戏的影子技艺。女主袁金夏的易容术暗合了昆曲变脸的美学逻辑。导演郑晓龙的要求也极其变态，剧中所有的诗词成语，连每一件器物都必须出自明朝或明朝以前。一件件细节抠到这种程度，播出后简直成了所有人的显微镜质检场。观众自发成立了藏海学考据社群，甚至把营造法式宅经这类古籍的销量都带动了起来。海外论坛和社交平台更加疯狂，大量外国网友开始动手翻天公开物来验证毛笋结构。韩国观众 Minji Lee 发了一条感言：以前只知道中国有功夫，现在才知道连做木偶、唱昆曲都是文化宝藏。台湾同胞在追剧后也掀起了非遗考据热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都忍不住发声，说剧中很多场景细节封神。肖战的表演，同期生硬扛80%戏份，郑晓龙亲口封神，演员扛起了整部剧的灵魂。肖战在《藏海传》里承担了近80%的镜头戏份。他做出的一个决定，在所有年轻演员里都极为罕见，全程坚持使用同期声，不用配音也不找替身。台词本来就背得头大，那些捕木脚、以为凶恶之类的堪舆术语，不仅得背下来，还得在拍摄时掐准情绪、口型、声音三者完美配合，难度指数极拉满。像黄龄对峙那场戏里那句嘶吼般的我命不该绝，声线的坚定与眼神的锐利交汇在一起，一下子就点燃了整段剧情的高潮。为让观众彻底相信他就是藏海，肖战花3个月闭关研读史料，老老实实写了上万字的人物小传，还专门用3个月时间学习真正的榫卯技艺，就是为了拍好七宝转新机关那一组特写镜头。沙宝亮直言，跟他拍对手戏简直在钢丝上跳舞。肖战的眼神里藏着隐忍、算计，还掺着少年般纯粹的东西，层次感复杂到令人惊叹。导演郑晓龙拍完直接不吝惜赞美，肖战不是在演藏海，而是让观众相信藏海真实存在过。微博话题肖战藏海传强势入围金鹰奖也瞬间冲上热搜。网友的评论很直接，现象级爆剧的含金量还在持续上升。官媒集体盖章，人民日报、新华社保驾护航，多座权威奖项收入囊中。这部剧获得的官方认可也是一串长名单。2025年11月，剧集拿下了第21届中美电视节年度10大金天使奖电视剧和第16届澳门国际电视节金莲花最佳电视剧奖。新华社研究院发布的报告直接将《藏海传》的全球热播列为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案例。人民日报、央视新闻也集体点赞这部作品。在中国台湾，这部剧连续7天登上台湾地区本日热播前10。国务院台办专门回应称，希望更多大陆优秀影视作品入台播映。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更是联合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，在北京专门为《藏海传》召开了作品研讨会。2026年1月，新华社主持发布的《藏海传》2025拿了30个冠军话题再度冲榜，其中包括2025全网剧集正片播放冠军、电视剧正片播放冠军、古装剧播放冠军、悬疑剧播放冠军、优酷播放冠军等7项年度冠军，一系列国内国外官方背书叠加在一起。《藏海传》在业界已然被公认是国剧之光和文化出海标杆。从最硬核的收视率数字，到海外的文化共鸣回响，
再到肖战一段段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同期声表演，《藏海传》用一系列无法伪造的成绩单撑起了他的口碑和热度。这枚含金量十足的招牌不只是喊出来的，而是靠在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步步拿数据砸出来的。如今他和国色芳华、生命树、万物生等一起跻身金鹰奖参评名单，手握30多个冠军奖项的外衣已经够耀眼，但真正让观众离不开他的，是那份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处的真诚与细腻，是演员拼尽全力把角色画入骨髓的匠人精神。而在这条长路上，他早已跑出了所有人都没法忽视的距离。